爱情保卫战，保卫你最纯真的爱情。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都会开通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大家好，我是情感观察团成员莎娜。那今天呢，陪伴我们大家一同来保卫爱情的还有其他几位情感观察团的老师们。在我们的情感观察团当中呢，还有一位特殊的嘉宾，他呢是我们爱情保卫战专属的 AI 情感助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爱小宝。嗨，你们好，我是爱情保卫战的 AI 情感顾问爱小宝，来帮大家理性分析感情问题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直面矛盾，看透真心，读懂彼此，好好守护爱。接下来呢，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第一组求助嘉宾的情感世界，来了解一下他们之间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就是失望和寒心，每天生活在谎言里，我受够了。我就是想把这个家庭经营好，两口子哪有不斗嘴的嘛？我觉得没什么。就是无休无止的欺骗，每天都各种谎言。他啥都管我，我没有办法，不想吵架，我只能骗啊。这8年的校园恋情到底能否守护住呢？接下来我们要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嘉宾登场，欢迎他们。刘先生27岁，质检员；江女士28岁，销售。欢迎二位，你们今天来到节目的诉求是什么？我吧，现在就是跟他日子感觉过不下去了。我俩在一起已经8年了，从大学，然后工作，还有过异地恋，好不容易结婚了。但是现在我感觉他表里不一，我每天都生活在欺骗里边。我觉得这种日子没什么盼头了，已经。这不是刚结婚1年吗？1年就不行了？对，这点小事不至于啊，两口子过日子哪有说没矛盾的呀？你现在啥样你不知道吗？我跟你们说说。我是一个销售，卖一单挣一单钱，都是辛苦钱，所以吧，我就1分钱恨不得掰2半花。他就不一样了，我俩去一个超市，就一个这么大的瓜，80块钱，这是一个什么进口的瓜，他就非得要买，我说不行，我俩就搁那就犟起来了，最后也没买成就回家了。第2天下班，我一看那桶里面放的那不就是那昨天的皮吗？非得就偷着买去。一个西瓜而已，我想吃我就吃了呗。也不是说咱吃不起，不是这一个瓜的事儿，是他根本花钱就没有节制。我俩处对象的时候吧，他就喜欢就是打游戏，他1个月生活费当时是2000，1800都得充游戏里。后来结婚了，不咋去网吧了，然后就爱上钓鱼了。我寻思钓鱼好啊，就像老头似的，拿个小竿往上一甩，这也没有啥支出，我说挺好，我刚开始还挺支持呢。后来我发现可不是这样啊，什么鱼线、鱼漂啊，还有什么箱子呀、竿啊，就是都都老高，都比我高了快。我俩才结婚1年嘛，得花6、7万了。6、7万的装备啊？对，不只是装备，还有什么？钓费啊，花钱去钓啊？对啊，钓一次鱼多少钱啊？你少的时候可能300多、500多，多了1000多，这么贵呢？这不爱好吗？我觉得花点钱也没什么。然后就是为了钓鱼这个事儿，已经撒谎成瘾了。我之前一直以为他基本工资就是4000块钱，然后还有点什么补贴啥的，所以他每个月给我交就是这基本工资4000。然后呢，有一次他请单位朋友，我也去了。他们单位有一个组长嘛，说，哎，我就不跟你抢了，那个小刘，今天你结账吧，毕竟你这现在6000块钱1个月也是挺小康的了。我当时就懵了，我俩回家就一顿吵，就已经涨了不知道多长时间了，也不说实话，1个月2000就钓鱼去了，自己偷偷掖了2000。对，我们那边都这样，东北嘛，那男的不藏点钱能是男的吗？你这一句话，我跟你讲，你把东北媳妇儿全。不是，是这样的，老师，私房钱我们南方人也藏，因为但没有像你藏这么多的。你看他藏1/3，这还在自爆的。您藏多少啊？我就500-600。结婚之后，我们那边都是工资上交嘛。
那你看我这个爱好还比较烧钱，我肯定得稍微多留一点，要不我怎么掉啊？你是光留你自己的钱吗？今年过年我俩回黑龙江农村过年去，然后我婆婆跟我说就是要孩子这事儿，我说先不的了吧，我说这1个月房贷3000块钱，我说寻思想攒1年钱，然后我婆婆说啊，那你压力这么大吗？我1个月给你3000块钱房补的话，那你也没有啥压力。我啥感觉知道吗？就晴天霹雳。啥意思？我没收着这3000块钱，我只收着偶尔1个月就有1000，就是说他妈给，他就说啊，今天妈给1000块钱这个月。我婆婆说从来结婚每个月都给3000块钱，给还房贷的啊。我当时我就打碎牙往肚子里咽，回家我俩就吵起来了。所以哇，你这1个月私房钱不少呢，还公司藏2000，婆婆还那儿偷蜜2000、3000。那也就是说，基本上每个月能攒下来5000块钱。他1年要留下所谓的私房钱有5、6万啊！是这样的，老师，我就感觉没法跟他沟通，因为他比较强势嘛，什么都要听他的，就事事都要以他为主。他觉得他什么都是对的，没法沟通。你说的有对的事儿吗？你现在因为钓鱼，咱家都啥样了？他天天开车上班，我骑电动车上班。有一天暴雨，完我寻思你就来接我，省着你说我不骑电动车，我还得打车回去，也挺贵的晚高峰。他说行，答应的可好了。下班没人了，打电话也不接，这微消息也不回。我硬生生等到雨停了，我才骑电动车回家。人家钓鱼去了，就是没接我钓鱼去了。他新开的有优惠，你不去更优惠，真的，你这钱还能省着给老婆买点好吃的呢。我觉得他打个车就回来就可以了，你没必要非得去接，也没多远。这回是你不接我，然后呢，你兜里的手机呢？他手机掉水里了。然后我说行，那手机也使1年多了，我说给你换一个吧，给换了个新手机。过年之前我大扫除，在我家床底下我发现了一个我新给他买的这个手机，一模一样的一个，但是能瞅着就是上面都是泥。一问人家背着我又买了个一模一样的。那没办法呀，那我总不能跟他说我又是把这个手机掉水里了，然后还得吵架。你钓鱼毁了2个手机了？没3个。3个全部掉水里？都是掉水里。那你的钓技太差了呀！不是，人鱼竿被拖走了，我去救鱼竿去了。你没想过这些隐瞒的事儿啊，它就像小山一样，越垒越高，越垒越高，它就把你俩给挡住了。对，你没想过说，咱好好跟媳妇儿说一说，我们沟通一下。沟通不了嘛，我说什么他都觉得他有理，我说的全是错的。你给我还原一下你们2个人在家沟通的那个场景，我看看你在家是怎么跟他沟通的。老婆，我那个鱼竿断了，我想买个新的。多少钱呢？2000多。你1个月工资才多少钱呢？那不是我断了，那我总不能不使了吧？不是你不有好几个呢吗？这不一样啊，那个长度的我只有1根啊。不行。为啥不行啊？我就想要啊，那为啥不？不是，那是2000，又不是20。2000咋了？我也不是有钱啊，我也能挣啊。你买个平替吧，几百块钱，200、300块钱就使吧。那不更容易坏吗？我可以到时候卖了，我回收我还能回收。别的了，别买了，要不然你就把你那些旧的回收了，完你买个新的。不行。你看就不行，你就不行，那有啥？那不掉能死啊？不能死，那能憋疯。然后一般到这个时候就冷战。理解了，我大概知道你们的沟通模式了。而且他掉的不光是手机，还有他自己，人掉下去了，鱼竿被拖走了，然后我就救鱼竿去了，然后他掉下去了。肺里边就是进点水嘛，然后就是总咳嗽，然后还有池塘底下那石头吧，把那腿给划坏了，挺严重的，然后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哎呀，你说因为个爱好把命都搭进去了，那都消费观其实是挺大的分歧，然后现在还有一个个人爱好的问题在这卡着。除了这2样事儿，你们还有其他的事儿现在卡在你们当中的吗？就是要孩子这事儿。你看我现在这也挺圆润的，我吃叶酸已经吃一段时间了。我俩结婚之前他说那行，那你就要呗，想要咱就要。然后结完婚之后了啊，不行，我这2天的话坑怎么地的了，那个钓鱼怎么地的了。我感觉吧，我还算年轻，就没有那么太早的想要。尤其是之前我看了好多朋友了，带孩子感冒发烧又得用钱，压力太大了。感冒发烧压力大吗？一点压力不大呀。你说，哎呀妈！你那私房钱啊，每个月那5000块钱养孩子足够，真的，对，都富裕，真的。我感觉这个东西是不可预见的，这孩子什么样我想不到。但是鱼竿这个东西，我到时候我可以卖啊，对吧？我可以回收啊。孩子生出来没办法塞回去，是这意思吧？来，就孩子这个事儿啊，你表个态吧。你还打算玩几年？不是说我玩几年，想要孩子，你手里没点钱也不行，对吧？所以我想着就是。
那钱呢？你还好意思说吗？你说不说？你不说是吧？你要不要脸？你要是不说，我说。我俩结婚的时候收的礼金，我放在柜子里边。我有朋友要结婚，我们要随现金那个礼份子嘛，我才把钱拿出来，因为这是我打算等我怀孕的时候给孩子或者随礼金用。我也没天天看，我寻思我拿出钱随吧，我一查3万块钱连10张都没有。我想的是这个钱放那儿，反正你也不用，我就先用了呗。我正好买鱼竿着急用钱，我先花了呗，到时候我发工资就给你补上了嘛。没寻思你能看呢。这个钱是结婚的时候大家给你们随的份子钱，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的话，这是他人对你们2人的一个赠与，他是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去用了这一笔钱，他够不上刑事犯罪。盗窃呢是以占有为目的窃取他人财物，但是呢你们的这个钱呢是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夫妻双方有共同的处理权。他现在擅自挪用了夫妻共同财产，有涉嫌恶意转移、隐匿、挥霍、损毁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如果你们真的走到了离婚那一步啊，你可以要求对这一部分钱进行分割。当时我缺个杆差2000块钱，跟他商量肯定商量不了啊。我说正好这里有，我就先用着吧，然后我就又拿了几次。所以今天我就想要有个痛快话，要么就是说你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要么就拉倒吧。就我觉得谁也保卫不了了，就是你们保卫有啥用？谁能跟我回去跟他过去？没有人能保卫了了。我觉得就你要是还这样的话，你要的满意的答复的里面有几条？我觉得首先就是撒谎这个事儿，它就像一个现在就是定时炸弹一样，可能我们也睡觉，人敲门来说你家房子被抵了，撒谎这事儿让你没有任何的安全感。对。第二点，第二个就是我觉得钓鱼这个事儿影响到他的生命安全了，万一你去野钓钓下去了呢？那天是在鱼塘里。对，安全性的问题。是。那钓鱼这事儿他还能干吗？还是说打今儿开始这钓鱼绝对不许去了？没那么苛刻，赶上周末有时间可以啊。啊，他好善良啊！你要我的话，我跟钓鱼你选一个。第二个就是对于钓鱼的这个爱好要适可而止。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在备孕这上面有时间节点吗？你什么时候不跟我要孩子，咱俩就掰，就1年嘛，备孕就换人吧。我还是那句话，但凡能沟通，我也不会说这样，什么都要以他的为准。真是新娘啊，娶了个妈回来，对吧？要孩子这个事儿他着急，你能配合吗？我觉得能配合，我不想让他30岁以后要，可能对他身体也不好。你看看，我现在已经不相信他了。行，接下来要问一下各位老师，这段8年的校园恋爱走到婚纱，还值得保卫吗？我在想，这一位丈夫对这个家还有多少感情，对这个妻子还有多少感情？你已经把钓鱼当成了自己生活的全部。你刚才说妻子强势，她只是强势在嘴巴里，你是强势在行动上。而且你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从婚前到婚后充满谎言，这就成为了婚姻当中的毒药。你们现在是毒性发作，你是家里的顶梁柱，你是有家庭责任的呀。如果还要这段婚姻，你就收敛自己。我坚信你能改，因为你们2个人心中的爱是在的。我也觉得还是可以保卫的。我也是从大学的时候的恋爱到结婚，我们谈了7年才结的婚。我觉得结婚啊，它是2个个体变成一个合体的过程。弟弟，你什么时候能够沟通得了呢？是你把你家庭的利益凌驾于你个人利益之上的时候，你用这个逻辑去沟通的时候，你就能沟通了了。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这婚没问题，能保。他很爱你的，真的看得出来。我想问女方一个问题，你能改吗？你知道我在问什么？我知道。哦，你能改吗？我会尽量的。你能改，他可改。如果你改不了，他可能也改不了。你知道，一个男人明知道做这件事情是错的，
明知道做这个事情对方会生气，他还去做，为什么吗？就也怕吵架，也怕我生气，然后他说了，我确实也不会同意。因为他想要在你这儿争取3样东西。首先第一个，他想表达对你的不满，他想跟你讲，媳妇儿，我生气了，我也有我的自己的想法，他表达了不满。第二个，他想跟你宣示一下主权，这个家我也想说了算。我觉得刚刚一律那句话你应该认真的听一下，他说这个钱是夫妻共同财产，彼此都有决策权。你们如果是共同决定的，这就叫一个家，这叫我们。但是如果只有我决定，你必须服从，那真的是养了一个孩子，但是这个孩子早晚会长大，会跑掉的。很明显，钓鱼是他跑的一种方式，所以你能改，我保卫。谢谢小芳姐。来，我们接下来听听义律要不要保卫。不是我要不要保卫的问题，是我们的法律要保卫你们的婚姻。因为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判定一个婚姻属于死亡婚姻的标准是夫妻感情彻底破裂，要从4个维度去衡量。第一个维度，双方感情基础是否良好，你们从校园到婚纱是非常良好的感情基础。第二个衡量的标准是婚后感情是否彻底破裂。从你们刚才上场的这些描述，我们可以判断出夫妻感情并未彻底破裂。第3个标准是有没有法定判决离婚的事实和理由。第一，双方因为感情不和，是否达到分居2年的标准，是否有重婚、家庭暴力以及其他的婚姻过错类的东西，你们没有。那么第4个衡量的标准就是双方有无和好的可能性。我觉得你们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就可以判断是有和好的可能性。所以不是我来保卫你们的婚姻，是我们的法律在保护你们的婚姻。其次，我也想给姑娘一个建议，当你们的夫妻生活、交往模式没有改善的时候，不要轻易的要孩子。孩子不是夫妻关系的粘合剂，它是家庭矛盾的放大器。我保卫，因为我觉得结婚之后夫妻之间发生这样的冲突和磨合太正常了。但是有一点，2个人一定要拥有相处的智慧，这是我做的一个人生拼图。每一个人的人生其实都是一个拼图。当你嫁给一个人的时候，你的中心点是老公和孩子，但其实你忘了，你的老公和孩子也有自己的人生拼图啊。我希望你做的就是关注自己的爱好，然后关注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朋友，适当的时候再看看他，这样你们的爱没有那么压抑，还能更长久。好，接下来我们的 AI 情感助理艾小宝，他会非常理性的帮你们去解读一下你们的这段关系。好的，珊娜老师，从刚刚2位的表述里，我分析得出，这段感情里问题占比清晰，男方占 81%， 女方占 19%。男方因钓鱼成瘾，屡次撒谎欺瞒，挥霍家用，漠视备孕约定，缺乏家庭担当，不断透支夫妻信任，是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女方过于强势敏感，管控过度，缺少温和沟通的方式，没能疏导对方情绪，间接助推了矛盾升级。建议男方戒除过度钓鱼的执念，改掉撒谎陋习，扛起家庭责任，正视备孕事宜。女方放缓强势姿态，减少过度管控，用沟通代替指责，双方互相包容，调整磨合，共同修复婚姻关系。好，谢谢艾小宝。接下来请你们走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开启传送带之前，咱们看看你们的回忆。来，请看。哇，这在校园里可能是。这一看年纪小。对。你们俩的孩子肯定好看。老婆，我知道我错了，这么多年的感情，我不觉得就能这样一下就放弃。我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吧，以后我肯定改。钓鱼我肯定也少去。
以后我希望我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这个家里，可以原谅我吗？我们8年真的很不容易，我真的想你能别再骗我了。以后我不会再骗你了，有事我们就像老师说的，我们好好沟通。可是我真的很害怕，下次再有别的事儿，我觉得我经不起折腾。不会的，以后我不会再骗你了，咱俩好好沟通，可以吗？时间到。不要哭的！我刚才一看他们那个画面，我就不行了。一切都是爱情最美好、最初的样子。我相信他们刚才站在那儿的时候，他们也应该看到了自己爱情最初的样子。所以我觉得他们一定会回来的。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2人是否会走出来呢？3、2、1，请开门。肯定会出来。老婆肯定会出来。我也觉得会出来。没有啊？哦，出来了。Raise your glasses in the air. All the glory days, make a toast, let's celebrate. 太高兴了，我以为他不出来了。我觉得像刚才这位老师说的，我也应该改一改自己的问题。其实你是这个家真正的那个掌舵手，你的情绪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很重要。祝你们幸福，祝你们早生贵子。解决了问题之后啊，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你老公长得特别帅。我们姑娘也漂亮啊，别老夸老公帅，帅有啥用？给家里存钱才行。对，共同成长才能成就更好的婚姻。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了解我们下一组求助嘉宾他们的故事。他光口头上的发誓，口头上的承诺，但是一个都没有兑现。最大的问题就是安全感吧。他根本没办法做出行动，而且到现在他一直在保持原样，对未来没有规划。他太狠心了，说走就走，说分就分，根本就没有给过我成长的空间和机会。异地恋到底是否能够走到最后呢？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求助嘉宾登场，欢迎他们。张先生28岁，无人机行业；李女士33岁，机构辅导老师。2位好。老师好。你们的诉求是什么？我今天到这个节目来，我就是想和他结束我们1年的异地恋。如果结束不了的话，那我们就分开。我觉得2个人相爱的话，距离不是问题。他全部都是空话、套话，这样的情况根本就没办法走下去。男士他就想结束异地恋，你是无能为力，还是说你有其他打算？他现在在北京发展嘛，我想的是我能够有一些积蓄过后再去北京陪他一块儿，而且就是他带着孩子去北京，我觉得很困难。您是有过一段婚史的，对吗？对，我是在第一段婚姻离婚以后再次和他遇见的。你用的再次这个词，就是你们俩以前就认识是吗？对，在我17、18岁的时候我们认识。我能唱首歌吗？能啊。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这首歌是你当初读书的时候校园歌手大赛唱的一首歌，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比他大一点儿，在校园里面他就是那种特别典型的不好好上课、逃课，就是学校里面特别典型的那种坏学生。我在学校我是属于尖子班那样的。你是品学兼优类型的。对。然后在我离婚以后，我就没办法走出来那个情绪，有老家的好朋友呀什么的，经常就会组织一些小聚会，把我叫去一块儿吃饭、唱唱歌什么的。然后有一次我正在唱这首歌呢，他就走过来了，他就说：“姐，你还认不认识我？”我当时看他，
我说我不认识呀，因为在学校的时候他是小平头，人也比现在瘦。当时就这个在学校应该算是小红人的这学姐，你是不是那会儿就关注过呀？她是我的白月光，就是长发飘飘在学校里面走着。读书的时候没敢追，再一次相遇过后了解到她很困难，一个人带着孩子特别辛苦。小张之前有过婚史吗？我没有。我经常晚上睡不着觉，他就会给我发微信，睡了吗？吃了吗？我要是出远门呀，他就会说我今天要不要送你呀？他不管多晚，我给他发微信呀、打电话，他都会接。然后他就给我说，你要不要和我试一试？每一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爱情的权利，就算你现在这样的话，我也一样全部都接受你，你干什么我都支持你。然后我就给他讲了我的这个规划。我离异以后，我不想在我当地生活，我想换个地方。刚好我北京的好朋友呢，他有这个机构，让我过来当老师，还是继续我的老本行。他当时信誓旦旦的给我说，你去哪儿我都跟你一块儿去，距离不是问题，如果太远了，也就是一纸机票的事情。我当时也想去来着。他跟我说好，他说让我先到北京去，他把那个活儿干完就过来找我。我做无人机的嘛，我是农业这一块的。农忙季的时候，刚好那2、3个月离不开。我有一个小的无人机工作室，当时又接了一些单子。你在哪儿啊？我们在新疆。那个单子做下来的话，挣差不多4万5。我想的是拿出一半过来作为我们的这个房租。你是想得很好，但是他根本就没赚上，而且还从我这儿借了1万多块钱。我当时在这边的手头特别紧，我一天生活费带着孩子也就10块钱，我都没有忍心给他说，就害怕他有经济负担。我当时有一次作业的时候，就有2个电池炸掉了，因为电池比较贵，就跟他临时周转借了1万5。但是后面我又还给他了。我就刷朋友圈，就在我们共同朋友的朋友圈里面看到人就说呢，今天张总请客，一请客就得2、3千吧。其实不是请客，因为我如果不跟别人保持这样的社交，我就没有办法去接活。你都要和我到北京来了，你还要维系什么样的社交？我就不明白了。我也是。如果你没有这个社交的话，你会让我在这儿生活的那么辛苦，我还给你借钱。你当时也没跟我说，我是觉得在老家也能过得很舒服，为什么就是不回来呢？你有去北京的打算吗？我有，我就觉得他没有。你去北京干什么？做什么工作呢？我给他介绍的还是无人机的工作。老师们，我做的都是农业这一块的大型的，他给我介绍的都是那些拍摄的小型的，我也没做过那个，那些活我根本就干不了。那完全是2个行当。我是想着我没有一点积蓄，我就一头扎到北京去，而且同时又是3个人了，对，就在北漂。根本就没有办法支撑我们，就从头开始。那你一开始就不要答应呀！我想的是有点积蓄过后再去。3个月到了嘛，他就一直催我，你怎么还不来？你怎么还不来？我们现在紧张的生活，反正一天10块钱我都感受过了，也没关系。可是那你想过没有？他过去你们就变成3个人了，你变成15了，你那5块从哪来？他也可以赚钱，我也可以赚钱，但他不是马上落地就能赚钱的呀？可以干别的吗？那太多了呀！可以在老家明明过得很好啊，家人朋友。老人也在，可以帮忙带孩子，而且我跟孩子相处的也很好啊。孩子到老家有一个熟悉的环境。你要是说到孩子的话，那就必须说一下了。孩子怎么了？我们家小孩7岁嘛，放寒假的时候，我会让他回去和家里面的老人待一待。我说你这2天天冷，让他去接送一下。他答应的好好的，说行好，你没问题。他说的特别好听。然后呢，寒假呀。一上课我就一整天排得很满呀什么的，我就没有办法去看手机。等我有空闲的时候，拿起手机一看，老师的10个未接，我回过去的第一句话，老师就是：哎，你是怎么做家长的？你也是老师，你让孩子在这儿白白等这么长时间，搞得我们都没办法下班。没办法，孩子只能放在值班室，特别冷，还在那等了1个多小时。然后我就赶紧给他打电话，足足打了有22个电话。我后面也去接了。那段时间确实比较忙嘛，因为那段时间我朋友开了个小酒馆，我就去帮忙去了，想着多挣点钱。而且后面我也带着孩子出去玩了，我都20多了，我这辈子去游乐场啊那种儿童乐园去的次数没有那一个寒假去的多，就40多天我带孩子去了25、6次，我也跟孩子相处的很好啊。除了玩的开心，我觉得他别的啥也不会。3月5号开学，因为他是在这边是戒毒，他没有
入学籍。我说老师发了课本以后，我说你给寄过来一下。他就说好，没问题，答应的好好的。我明天一个明天就明天了2个星期。不是，确实是因为那段时间在小酒馆帮忙比较忙。小孩就跟我说，妈妈，我怎么觉得叔叔比爸爸还慢呢？他爸爸本来就干啥事情不操心的，他就说我怎么觉得叔叔比爸爸还慢呢？就孩子的这句话也特别让我感觉到我是不是选错了。他慢是应该的呀，他没有做过爸爸呀。对，他是第一次尝试这我个身份，身份还没有转变，可能思想上重视确实不够。我是在慢慢接受这些，在慢慢进步了。而且我是觉得2个人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我希望尽快的领证结婚。我们认识的时候，他说虽然你是第2次结婚，我一样可以给你办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彩礼你要多少？要8万还是要10万？3斤嘛，5斤嘛，我们该有的也得有。但是现在他这次给我说结婚的时候，他给我说了个彩礼8800吧，3斤5斤咱就不需要那些东西了。我也不是说不买啊，就是确实现在金价好贵啊。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钱存下来，就是投入到我们后面的家庭当中呢？而且为什么说这个8888？我想的是彩礼先意思意思，因为我确实现在手头上没有钱。那他不要去说这些话，因为我本来就是第2次，我本来就是很缺乏安全感的。说到这个安全感，我也很没有安全感啊。我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孩子说我爸爸也要去北京工作了。我说你为什么要去北京啊？北京有什么好的？他爸爸到北京来工作跟我也没关系啊，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呀。那我又没和他沟通过呀。我可能就会觉得，哎，你想去北京啊，是不是因为有什么人在啊？爸爸去北京这件事儿，你不知道是吗？对，我没有和他爸爸沟通过。前夫在哪儿工作之前？他是搞生意的，他经常会到处跑。哦，我就是一个因为原生家庭就特别渴望家庭的这种幸福。我和我前夫是属于闪婚，也就20多天就闪婚了，然后我就进入了一个长期的丧偶式带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管是黑天还是白天，只有我和孩子。我理解了，所以想再找一个，一定要找一个可以陪在自己身边，多一些陪伴跟依靠。是的，我是觉得没有必要非要去北京，在老家好不容易有点根基了，有点自己的人脉啊，包括亲戚朋友都在这里。所以你就是想把他劝回来嘛？你不敢实话实说，是不是怕失去他？也有一层顾虑吧。好，一个人不想去，一个人不想回，这段爱情值得保卫吗？刚才那个男孩说到一句话，我也现在特别想问：北京到底有谁在？这个爱情我不保卫。女嘉宾，刚才你在指责男嘉宾关于孩子的那一段，你们2个人现在没有结婚，他没有对你的孩子有辅助照顾的义务，没有法定的抚养义务。你把孩子交给他，那叫做委托监护，要求他帮你照顾。你是在教一个没有当过父亲的人，让他立刻马上承担起一个父亲的这个责任。我觉得男嘉宾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人，所以我坚决不保卫。我也选择不保卫。当然，这段爱情无法保卫，背锅的那一定是异地恋。但核心问题真的是异地恋吗？我认为核心问题就是付出与索取。男生有没有付出？有，他情感付出了，他对你和前夫的孩子四通己出，努力的去学做爸爸。但在你的眼里，他一切的一切都是应该的，因为我是白月光，即便今后我嫁给你，那也是下嫁。这就出现了不对等、不平衡。这个男生，你的广阔天地就是在新疆，你到了北京会无所事事，你甚至只能去当个保安。这几年的努力全打水漂，你体谅了他了吗？你顾及他了吗？你一切都是为自己打算。其实我也觉得不值得保卫，因为其实我自己我是心疼姑娘的，确实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北京，然后要立足要生活，兼顾工作还要照顾孩子很不容易。
你想要的那个陪伴跟依靠，我能理解，但是呢，这后面怎么办呢？你的规划我感觉不如男生的规划更靠谱。他来了之后，他的工作一定不如现在得心应手。他每天就在家里陪伴你的时候，你看他你也不爽。到时候你们的争执点又会变成你为什么不去工作？你为什么不如像别人家老公一样能赚那么多钱？你为什么没有给我们安定的生活？你们会有无休止的争吵。所以我觉得能够解开这个点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你愿意放下北京那个不知道为什么的执念，然后在新疆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如果你愿意的话哈，我觉得是能走下去。我想问一下你们2位啊，一个女人离婚过后一定要离开家乡吗？我想离开。如果要离开，她是有了更多的勇气，她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离开，值得认可。但如果她要离开是逃避，那这样的离开，她并不能让你去成长。我也不保卫，你们2个各自安好，我觉得是对你们现在来讲最好的一个安排。我肯定也是不保卫的，但是我的角度不一样。我一直在想，这个女生为什么要去北京？就像刚才毅力问的，北京到底有谁？我后来觉得，我觉得北京不是有谁，是北京是一个满足她虚荣心的地方。我们如果说用正面的来说，这是我的梦想。对，因为我之前是带孩子了，我们来说梦想。现在我可以继续往前走。好，你真的是在为了孩子或者为了你的梦想吗？到北京，孩子怎么上学？戒毒吧。初中的时候是不是要回到本地？教材都不一样，怎么高考？这也是我要面对的很多问题。这不是你要面对的，这是你没想到的。所以你只是在满足自己的自我价值的追求吧。所以我说，你压根儿没有设身处地的去想未来的事情，以及可能发生的隐患。好，感性的说完了，我们接下来要听听我们的爱小宝从理性的角度去拆解一下他们这段关系。好的，我来了。听完2位的陈述，我分析得出，这段感情里问题占比清晰，男方占90%，女方占10%。男方满心挽回，却只停留在口头承诺，经济规划口嗨无实，育儿责任粗心敷衍，婚姻筹备毫无诚意，让女方在异地恋中独自承担所有压力，安全感彻底耗尽。女方因离异带娃的敏感，对这段感情抱有期待，却屡屡失望。虽有情绪上的焦虑，但并非矛盾根源。建议男方立刻将所有承诺落到实处，制定详细的攒钱、付金、求职规划，并严格执行，用心承担育儿责任，拿出结婚的实际诚意。女方理性看待男方的改变，若男方依旧只说不做，便及时止损，专注自己和孩子的生活。谢谢我们的爱小宝，2位走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我们有一些关于你们2人过去的回忆，你们想看吗？我不看了。那我也不看了吧。好的，我们尊重你们的选择。谢谢你，刚才听评委老师这么一说，也确实有我的各方面做的不好。在这段感情里面，我也谢谢你让我又成长了一次。我的理想，我的追求，我还是要继续往前走的。我也希望你在人生中能够遇到和你相伴一生的人，你想要的爱情。但是我希望你在下一段爱情之后，可以调节的。你不要口头上的承诺，你一定要付诸行动。我今天来到这，我就已经做好准备去北京了，我手头工作已经交接完了。我来到这，我就选择是为了在一起的，我哪怕去跑外卖、去送快递呢。真的，我是觉得我还能够做的再好一点吧，因为我是真的不想放弃。我也可以学着慢慢尝试着去做一个好父亲、好丈夫。我希望你真的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好，时间到，请你们回到门后。如果选择分开，可以就此别过；如果想要给彼此一个机会，可以重新回到舞台上。北京到底有谁？执念，我真的觉得及时止损。那我们看看结果，3、2、1，请开门。哎，挺好。都没了。哎，没事没事。男生走了。啊，
你咋回来了呢？因为他刚才说的那些话，我感觉我放不下他。那你会回新疆吗？我本来想的是，我上来跟他说我回的。哇，跟你早说嘛！你刚才就说嘛！因为他刚说他准备好了，他还是和我一起，我就想着我也可以放下，我想和他在一起。那你就跟他说呀，你现在喊他，你现在跟他说，你说我会跟你回新疆。不要哭，他现在还能听得到。你把他喊出来。张琪，你来不来？你来不来？你刚才不是说你都准备好了吗？你要跟他回新疆告诉他呀。你来吧，我回。还不出来？来，我们倒计时，如果他不出来，我们就默认这个结局了。来，张琪，5、4，你不是要保卫爱情吗？3、我在那门背后，我想了好久，我一直很犹豫，我觉得我要尊重他，你知道吗？他最后已经确定要放手了，虽然我再不舍，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就是强行的去挽留他，但是我本来已经要出了咱演播厅了，我听到他叫我的名字，我跑回来了。我真的也很感谢你给我机会能够继续走下去，这才是爱呢。我觉得从此刻开始，我看到你们真正开始谈恋爱了。现在我相信你们开始懂得如何去爱彼此了。谢谢老师，谢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祝你们幸福啊！开开心心牵手下去吧。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呢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或者公众号，或者呢，您可以登录抖音去搜索“爱情保卫战”抖音的官方账号和我们取得联系。记着，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我们下一期《爱情保卫战》再见。